一日，山林间的空气异常的闷热，在前行了3个时辰之后，王叔停了下来。老朽就在这里等着你们。麻烦王叔了。师傅，你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尸骨啊？楚清月蹲下来，检查着脚下散落的白骨。出于职业本能的习惯，目测人骨生前种种信息。从骨长到骨头的形态来看，这骨头应该是属于成年男性的胯骨，年龄大概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师傅，为啥这么确定这骨头是来自30岁到4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呀？男性的髋骨和女性也是有着明显不同的。说着，楚清月又在地上找了片刻，找到了一个女性的髋骨，对比着讲解着男女性胯骨之间的区别。闵元认真的听着，就差拿出小本本一一的记录下来。那把剑是洛尘剑。当年他在大理寺入职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个久远的卷宗，卷宗上记载了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再结合王叔所说的一切，应该就是盛夏山所发生的事儿了。直至看到了洛尘剑，闵元这才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大理寺卷宗上记载着的悬案和盛夏山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萧国皇族派人前往盛夏山，但人去无果。据调查，那些去往盛夏山的人当中，便有当时萧国天下第一剑客邢海辰。邢海辰是用剑高手，手中的洛尘剑更是天下名剑。你的意思是说，这群人是萧国皇族派来寻宝的人，坐在石头上的这个人就是剑客邢海辰？闵元点了点头，指了指插入石头中的洛尘剑，与卷宗之中所绘画出来的剑一毛一样吗？三王爷应该知晓呀。本王不知，那时候本王还未出生。原来这天下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即便为父不知天下所有事，只知爱着夫人便足矣啊。突如其来的情话让楚清月红了脸颊，无意间发现了洛尘剑。闵元想要将洛尘剑从石头中拔出来，奈何他使尽了力气也无果，难不成就要让洛尘剑葬身于此？前辈，晚辈想要洛尘剑，前辈放心，晚辈知道您是天下侠士，不会用洛尘剑滥杀无辜，会用它斩杀敌人，保护一切想保护的人。说着，闵元朝着邢海辰的尸骨磕了3个响头。说来也很奇怪，当闵元第3个响头磕完之后，原本插入石头中拔也拔不出来的洛尘剑竟然掉在了闵元面前。多谢前辈。别管是因为玄学还是因为其他的，总之洛尘剑掉了下来，闵元就当是邢海辰准许了。临走前，闵元将这儿挖了个坑，将邢海辰埋葬好，立了一块墓碑。3人这才再次启程，朝着盛夏山更深的腹地走去。师傅，咱们找到宝藏之后，真的要去天域城吗？当然，林家既然把天域城送给了咱们，就是楚家的财产，正好咱们可以在天域城发展自己的势力。师傅，天域城虽然是个好地方，可三不管地带也乱得很。据我了解啊，天域城混乱不堪，想要拿下实属不易。放心，有师傅在呢。师傅不行，这不还有萧国鼎鼎大名的三王爷在吗？你说是吧，相公？夫人说的极是，只要夫人喜欢，为夫即便灭了天域城一众又如何？此时一道虎啸声响起来，其实越发的频繁起来。3人进入了森林，循着虎啸声走去。这要是能养着，那多威风啊！师傅，毕竟是白虎，百兽之王，又不是啥小猫小狗。猛兽咋了？他要是愿意跟我走，我就养着。老虎先生，你愿不愿意跟我走？愿意你就摇摇尾巴。此时只见趴在地上睡觉的白虎竟然真的摇起了尾巴。你快看，他同意了。半途捡了一头白虎，还是一只听得懂人话的白虎，完全就是意外收获。3人一虎在盛夏山腹地又行进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在当天晚上来到了藏宝图所画的宫殿。师傅，我看到我姐了。都是幻觉。凤眸环顾四周，他们已经不记得是怎么从宫殿中离开的了，但那一定和宫殿墙壁上的壁画有关系。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呢，壁画颜料中有能够麻痹神经的东西，使我们进入幻境。按照盗墓小说的套路，这些金银财宝一定是有蹊跷的。闵元伸手想要去拿金币，却是被楚清月给阻止了。金子固然好，但万不可因为一时的贪念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好多金银财宝啊，难不成万里山河图真正的宝藏地是这里啊？那他们拿着万里山河图岂不毫无用处啊？不一定，
万里山河图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这里的宝藏仅限于这个宫殿而已啊，数量上有着明显的差距。这里显然不是万里山河图真正的藏宝点，但一定和万里山河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否则他也不会冒险进山来到此处。楚清月说不动心是假的，这写的啥呀？石碑上大致内容写到赞美的话，说我们不曾动贪念，拿走金钱才能得到金箱子。金箱子里面有一枚钥匙，是开启昆仑冰原皇朝宝藏最后一道门的重要之物。楚清月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堆着的金银财宝，如果刚才他们有任何一人拿走了一块小小的金币，都会触动整个石室宫殿内的机关，不仅是得不到金箱子里面的钥匙，还会被掩埋在宫殿内直至死亡。这么说，金箱子里面的东西可以开启昆仑冰原最后一道大门的钥匙了。绕来绕去，万里山河图的宝藏还是捏在我手里啊。说实话，楚清月是真的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机缘，合着万里山河图卖了出去，到头来寻宝的势力就算是找到了真正宝藏图所在地，也没有钥匙打不开最后的一道门。楚清月没心没肺地笑出了声，他为啥有些同情买了万里山河图的那些买家呢？轰隆隆的声响越来越大，整个石室宫殿也开始晃动了起来，想必是因为打开了支撑着石室的大门，破坏了千年来的平衡。三人一虎按照来时的路以极快的速度离开了山洞。相公，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和我说呢？夫人是指石碑上的文字吗？楚清月没有说话，默认了萧玉衡的回答。他从未怀疑过萧玉衡，只是想知道一件事情，萧玉衡既然能够读懂宫殿中石碑上的文字，自然也能够读懂万里山河图拓印下来的文字。夫人，为夫不是有意瞒着你，只是此事牵连甚广，夫人可知盛夏朝的事情？知道，我爹和狄阁老都说过盛夏朝的一些事儿。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盛夏朝无论男子还是女子，但凡有过盛夏朝血统的后嗣，皆可以继承皇位，而为夫的母妃便是盛夏朝皇族后裔。盛夏朝后人也称大夏朝，灭国于1000年之前。随着盛夏朝的覆灭，七国势力崛起，但盛夏朝皇族并未灭绝，而是隐姓埋名地活了下来。楚清月听得入神，他能从萧玉衡的话语中感受到，那个叫做夏柔的女子是个温柔至极的女人。虽然盛夏朝已经成为了历史1000年之久，但七国惧怕盛夏朝的力量，担心盛夏朝的皇族后裔会复国，于是乎这1000年的时间追杀着所有有关于盛夏朝皇族的人员，宁可错杀1000，也不肯放过一个。萧国先皇是知晓夏柔的身份的，可他深爱着夏柔，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儿子，萧国先皇用尽了一切手段，可夏柔还是在一次刺杀之中香消玉殒。父皇为了让为夫活下去，便将为夫送入禅院中，直至遇到了你。你是盛夏国皇族后裔，萧景瑜他知道吗？知道，他没有胆量将此事公之于众，牵扯到萧国的利益。如萧景瑜一般谨慎之人，自然分得清楚轻重利弊。而且先皇留下来的一道圣旨，若是萧景瑜想要安心地坐稳皇位，必须要保守这个秘密。夫人，为夫的身份甚是危险，并不是要故意瞒着夫人。以后不准有任何事情隐瞒着我。你是我楚清月选中了的男人，无论往前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会和你一起走下去的。好。从盛夏山府邸离开，三人在白虎的带领下从另一侧出了森林，并且找到了在林里打猎的王叔。在王叔的带领下，三人一虎顺利地离开了盛夏山。楚清月给了剩下的钱后，王叔一刻也不多留，骑着马一溜烟儿地消失在了远方，只留给三人一辆马车。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去天玉城呗。盛夏山距离天玉城也就只有半个月的路程。一行三人一虎乘坐着马车前往天玉城，终于在行进了15天的时间，到达了天玉城。停下！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戴着眼罩的独眼男人走上前，当看到楚清月的那一刻，仅剩的那只眼睛都直了。这娘们儿可真漂亮呀！兄弟们，准备准备，今晚上你们大哥给你弄个嫂子回来，滚开！小子，你很嚣张呀！告诉你，这里是我的地盘，想要从这里过，
不仅仅要留下钱，还得把这娘们儿留下来，要不然……闵元早已经察觉到萧玉衡身上迸发出来的杀意。师傅师娘，不用你们动手。若不是到达天玉城之前，二狗子就去山林里头溜自己去了，早就一口将这几个人渣给吞了。纵身一闪，闵元眼中寒芒和杀意更为浓烈，不到几个喘息的时间，全都倒在地上。偷东西偷到我头上了，你也真是个人才。说吧，目的是什么呀？三位大侠，小人就是想偷点东西养家糊口，没有别的目的啊。是吗？是，不信你看，这些都是我今晚上的战果。什么金银钱财已经是不稀奇了，最让楚清月不能理解的是，怎么还有女人的肚兜啊？似乎注意到楚清月眼底的疑问。姑奶奶，您可别小看了这个肚兜呀，它可是天玉城第一花魁的东西啊！若是我拿到黑市上出手，没有1万两，也能有8000两。黑衣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表情活像是偷腥的猫儿。看着地上堆着的各种玩意儿，楚清月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物件，这是什么？这个可是个宝贝啊！姑奶奶要是喜欢的话，小人便将石葫芦送给你。黑衣人一边讨好着楚清月，一边讲述着石葫芦的来历。相传天玉城还没有建成之前，有一个得道高僧出现在此。得道高僧见到一个少年，便将石葫芦送给他。高僧告诉少年，如果有一天这里出现一座城池，便将石葫芦悬挂在城主府中，可镇守邪祟，守护天玉城千年平安。说完话，高僧就离开了。后来果然天玉城在20年后建成了，而少年也成为了天玉城的城主。想起当年高僧的那么一番话，那少年也就是天玉城第一代城主，将石葫芦挂在了城主府上。果然天玉城是越发的富饶安定。可后来随着第一代城主的消亡，石葫芦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丢了，渐渐的天玉城变成混乱不堪。那石葫芦是怎么回事？那个什么，晚上干活的时候正巧路过一家客栈，谁知客栈里面的2拨人打了起来，石葫芦就是从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滚落了下来，我一顺手就给顺了。不过姑奶奶您放心，石葫芦呀没有沾染到一丁点儿的血腥。谁有这么悬啊？楚清月仔细地看着手中的石葫芦，他之所以对这小东西如此在意，是因为石葫芦上刻画着的文字很是熟悉，那种他看不懂有似曾相识的文字，和万里山河图上的文字、盛夏山洞穴石碑上的文字同宗同源。哎呦，姑奶奶，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还希望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些宝贝就当小人送您的见面礼。那多不好。这样吧，楚清月笑着从闵元的手中拿过了几两碎银子，送到了黑衣人的手中，就当是我出钱从你手中买下了石葫芦。姑奶奶放心啊，我绝对不会对外人提起，咱讲的就是个信誉。那个啥，小人能走了吗？黑衣人试探性地问着。楚清月挥了挥手后，只见一道黑影迅速消失在窗外。黑衣人跑的那叫一个快，生怕楚清月反悔，抓他回来毒打一顿。相公，上面写的是啥？萧玉衡接过石葫芦，翻译着文字上的内容。当听到石葫芦上所写的文字意思之时，楚清月瞪大了眼睛。不会吧，石葫芦竟然是和万里山河图有关系的，并且指明了万里山河图的真假宝藏所在。现在确定真正的万里山河图宝藏就在昆仑冰原之中，想要开启最后一道宝藏大门的钥匙就在盛夏山的洞穴内，如今就在他的手里。而且昆仑冰原中的宝藏分真假2种，唯有拿着葫芦才能开启真正的宝藏的大门。相公，当日卖万里山河图的行为算不算欺诈呀？他竟然有一丝丝的内疚。不过有一点他也比较好奇，就是黑衣男人口中说的那2拨人到底是什么人？难不成也和万里山河图有关吗？天色不早了，还是早早休息吧。听说了，昨天晚上惊天帮和红海帮又打起来了，打的那叫一个血腥呀，双方至少有40多人死了。惊天帮和红海帮向来看彼此不顺眼，火拼呀是早晚的事情，可为啥打起来呀？因为啥呀？
听说是为了个石葫芦，有人高价想要买那玩意儿，正巧，两帮发现了石葫芦的所在，这要打起来了。那玩意儿有啥用呀？老子怎么知道呀？有人出高价买，自然有人拼命去找呗。哦，原来如此啊！不过我听说一件事情啊，说要买石葫芦的人身份不一般啊，就连城主也对其敬畏3分。能让城主都敬畏3分的人是何人呢？众人不解，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石葫芦。接任城主的方式不是世袭的，而是用钱来买的。只要有天域城的地契，就等同是有了玉玺。哎呦喂，姑奶奶呀，您3位怎么来了？不是说都不计较了吗？天域城城主白柳就差给楚清月跪下来了，那一脸的表情，别提有多么的无辜了。天晓得3人是怎么找到城主府的。白柳可是不想让世人知道他晚上兼职盗贼的身份。我们来天域城可不是为了你，别误会。楚清月拿出了一张地契放在桌子上，我呢是来接任天域城城主的，你看一下，地契是继承天域城城主的重要之物。白柳几步上前看了看桌子上天域城的地契，又看了看楚清月。姑奶奶哟，您总算是来了。来人啊，宣告下去，天域城新城主出现，举城欢庆。等一下，你这天域城城主的位置禅让的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不儿戏，一点儿都不儿戏啊！别人都是新官上任，至少需要几天来磨合。楚清月倒好，本来就是来看一看而已，却是被强行按上了天域城新城主的身份。白柳作为上一任的城主，那叫一个热情啊！又是摆了酒宴，又是请人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活像自己80岁老娘郭大寿一样。各位老大，从今儿起呢，我白柳就正式卸任天域城城主的身份了啊！以后呢，就由新城主带领你们走向更辉煌的未来。新城主，一个女娃娃。说话的是光头大汉，他是天域城鲸鲨帮的老大，也是天域城西城的霸主，人称铁拳王的于三。于三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楚清月，眼中不屑的笑容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老子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小娘们儿，不如你跟了老子，老子保证你这个新城主做的安安稳稳。不等于三再次开口说话，众人只听到一道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来，砰的一声，人高马大的于三躺在地上死挺过去了。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护妻狂魔萧玉衡。这位呢，是我相公，天域城的城主夫婿。好心提醒你们一句话啊，我这相公呢，个人脾气不好，还爱吃醋，所以你们说话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一些比较好呢。哼，想给我们下马威，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儿。在天域城，我们才是王。你们若是想在天域城混下去，就得老老实实的听我们的话。诸位，请稍安勿躁啊！今儿是新城主的继任的好日子，打打杀杀多不好呀！白柳好言相劝，他可不想楚清月等人受伤，万一这3人死了的话，他还要当回天域城城主。我今天继承天域城城主之位，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告诉你们一声，天域城换了主人了，明白？诸位呢，也是生活在天域城内多年的老人了，我呢，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滚出天域城，当然还有第2个选择啦。你们都是天域城中生活了几十年，甚至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天域城的人呢，凡事也不能做得太绝对了嘛。我呢，又不是什么魔鬼，怎么会忍心驱赶诸位离开天域城呢？我要重新整治天域城，想留下来的，愿意一起建设天域城的人呢，我双手欢迎。但若是阻碍了我的人，下场就会和他一样。小女娃娃，你当真以为能凭借一己之力让天域城改变吗？笑话！老先生，我就要凭借我的能力改变天域城，又如何？凤眸露出寒光，眼神中的笑容让老者的眉头一皱，口中即将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嘿，你当自己是谁呀？真是笑话！不过大汉一开口就被萧雨恒一掌震飞，狠狠地撞击在木桩上。看着被一掌击飞的大汉，众人再次看向萧雨恒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恐慌。要知道
这大汉可是天域城里面排名前10的高手，如今被人一招灭了。大家都稍安勿躁，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咱们天域城接任城主一向都是以天域城地契为主，但是吧，其实咱们接任天域城城主的法子还有另一个，而且呀，若是众人同意了这个法子的话，一旦新城主经历了考验，那天域城众人务必要对新城主言听计从啊。但是这个法子几乎是不可能成功，所以许许多多天域城的城主都是花高价钱来购买天域城的地契，而不是选择用第二种方式继承天域城城主的位置，所以第二种继承城主位置的法子就渐渐的消失了，无人提起。若不是他在城主位置上的那段时间，在城主府的书房中闲来无事翻看了过往历任城主的记录，也不会知道第二种法子。只要新任城主能连续胜了天域城众人10场比赛即可啊！只要赢了10场赛事，天域城一众必须口服心服啊！若是有谁胆敢生出了反叛之心，下场只有死路一条。好，我同意这个法子。我也同意。同意！一时间，天域城众人异口同声的同意着白流所说的第二种法子。既然这是天域城的规矩之一，我身为新城主自然遵守。别说我们天域城欺负人，你们3人可以换着来。连续输了9场，还剩下最后一场，只要赢了这最后一场，天域城还是有希望的。第10场比赛开始，天域城第一元老蒲千山对阵楚清月。您真的是蒲千山吗？看着眼前须发皆白、道骨仙风的老者，还是从楚老头的口中听到过蒲千山的名字。七国除了文圣、武圣之外，另一个能够以圣为尊的就是眼前的这个剑圣蒲千山。老夫正是蒲千山。偶像，你是我爹爹的偶像。咱俩开打之前，您老先给我签个名呗，我拿回去给我爹爹。蒲千山和段流水是一个年代的高手，也是那个年代的传说。但是段流水死了，蒲千山归隐山林，可没想到竟然能够在天域城这种地方见到蒲千山。前辈，多给我爹爹写2句话吧，我爹爹特别崇拜你。不知姑娘的爹爹是何人？楚天雄啊，我爹叫楚天雄，您老可是他一生的偶像呀。楚天雄？你难不成就是楚清月？晚辈正是楚清月。老夫宣布，从此以后楚清月便是咱们天域城的新城主，若有人胆敢对其不敬，格杀勿论。前辈，您这是做什么？咱们还没过招呢。你爹都打不过我，何况是你们3个小毛孩子呀？若是有疑问，等今日正式继承了城主之位后呀，老夫自然会与你们解答一二。莫名其妙的就赢得了第10场比赛，楚清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天域城新任城主。为夫知晓，夫人一定是在疑问蒲千山为何会说出那样一番话。楚清月长出一口气，直觉告诉他，蒲千山要说出口的话一定是涉及到了他的自身，好比什么七国灾星啊啥的，只为老人的那些批命什么的。夫人莫要担心，为夫说过，即便你是天下的祸水，也是为夫捧在手心中的祸水。萧玉衡叫相公。一日，天域城城主府，老夫来找你呢，主要是有2件事情要说。这第一件，既然你成为了天域城的城主，那就要担任起城主的责任，将混乱的天域城带领走向光明。走向光明？楚清月脸上的表情有一些尴尬。他这次来天域城继承城主之位吧，就是想要发展楚府的势力，天域城不听话的人都清理干净，这样也省心。如今蒲千山竟然对他说，让他带领天域城一众恶人走向光明。前辈，晚辈有个计划，不知当说不当说。楚清月还是觉得把事情告诉蒲千山比较合适。先不管是不是前辈给凌家的呢，我呢来天域城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发展楚家的势力。至于天域城这些原来的人，若是不惹是生非的话，自然是欢迎留下来，但是若有一些不安好心的人，我就不客气了。没事，尽管不客气啊。
你可知道老夫来的目的是为何呀？昨晚上不是说有事儿找我吗？对，老夫找你正是关于天域城。方才老夫已经说过了，天域城的地契是老夫给林家的，你可知为何会出现在你手中啊？我带着徒弟去报仇，林风度为了保全林家，就把天域城的地契拿出来给我了。楚清月简单的说了一下当时在林家的情况，胡千山点了点头。这一切都在老夫的预料之中，也不尽然呐。准确来说，是在知微老不死的预料之中。老夫只是负责找到天域城的地契而已。胡千山讲述着从闵元的姐姐被林家少爷杀害，到闵元复仇，再到楚清月将万里山河图售卖之后便会前往西北之地的事情，与他说了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然而这一切都在知微老人的占卜之中，而且知微老人卦象中还显示楚清月会接管天域城，让天域城变得更加繁华。前辈的意思是我今日所做种种都在他人的预料之内？然也非然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事情呢，还要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说起。你应该听楚天雄提起过知微老人的批命。我听我家老头子提起过，但是这一切和现在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啊，千丝万缕，三言两语道不尽，说不明呀。一切的故事要从楚清月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但又能追溯到盛夏朝灭亡之时。有一个传说，每当灾星降世之时，便是一个朝代灭亡之日。盛夏朝的灭亡便是灾星降临导致了灭亡的。如今灾星再次出现，七国的命运也将会在短暂的和平之后走向混乱。蒲千山说着楚清月从不曾知晓的事情，连楚天雄和狄阁老都不曾和他提到过半个字的事情。在楚清月出生的时候，天上红光乍现，那便是灾星临世的征兆。千年一度的轮回落在了楚清月的身上。知微老人批命，楚清月将会是七国动乱的源头，是灭亡的源头。但他还有下一句话，那也是新的朝代的开始。我还是不太明白。你在15岁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劫难，濒临死亡。那一次呀，是你生命的转折点，也是让九天注意你的时候。你应该知晓九天存在的目的，抹杀掉一切对历史发展的错误。他们认为灾星便是错误。盛夏朝灭亡之时，九天便将那女子也就是你的前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抹杀。但他们并不会想到千年之后你会重生到这个世界，导致七国走向衰落。知微老人最后一卦中，你会带领天域城走向全新的世界。前辈，知微老人现在身在何处？楚清月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见一见这个知微老人，只有与他相见，他心中的疑问方才能够解得开。知微那老家伙呀，1年前就死了，葬在了知微山。你要回去的话，可以给他烧烧纸，说不准他能托梦给你解疑。任重道远呐，天域城就交给你了，老夫相信你。城主啊，你有啥事儿，只要是我白柳能办到的事儿啊，就一定会去做，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刀山火海倒是不至于，不过晚辈确确实实有件事情想要和白柳前辈商量一下的。他要让白柳留在天域城，帮着打理天域城的钱财。城主，这话可开不得玩笑啊。白柳前辈觉得我在开玩笑吗？我中午的时候呢，查阅了一下城主府的账本，在前辈当城主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城主府的运作非常正常，可见前辈您的理财能力鲜少有人能够与你匹敌的。这么一说，或许听不出厉害之处。偌大的天域城虽然不及都城一样占地面积庞大，但要维持上百人城主府的运转，而且天域城的那群人并不交税，这一切都是白柳一个人在打理的。虽然小偷小摸不断，可毕竟他是以一人之力支撑着整个城主府的正常运作，可谓是个商业奇才。我呢，过一段时间要回都城，我和相公商议了一下，
天域城就交给前辈和闵元来打理了。闵元负责维持天域城的秩序，白柳就负责维持天域城资金运作。当然钱呢，你放心，只要白柳前辈能好好的管理天域城的商业，这钱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至于其他的事情嘛，就交给闵元和蒲前辈就好了。一旦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呢，他们二人自然会为你解决的。先不说灾星什么的占卜，既然蒲千山已经是认定了他当天域城的城主，而且断言天域城在他的手中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那蒲千山也不能够闲着。剑圣的威名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他答应蒲千山管理天域城，但蒲千山也负责维护天域城的秩序，并且还要教授闵元剑法。我可是偷过你东西的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所看重的是白柳前辈的商业天赋，而且我相信白柳前辈会把控好每一分钱的进出。至于薪资嘛，白柳前辈尽管开口就是了。薪资我不要，但我要从天域城每5年的盈利中抽取1成的分红。可以。城主既然这么爽快，我们立个字据。一张纸，白纸黑字写的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楚清月按上了手印，白柳也是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城主，我想最后问你一次，为什么是我呀？可能是因为白柳前辈又抠又谨慎的关系吧。城主，你这是在夸我吗？有这么夸人的吗？不过楚清月的一句话就像是定心丸一样，何况还有那1成的红利。既然城主聘用我，那金钱方面我需要这个数。白柳伸出5根手指头，不是5万，不是500万，而是5000万两白银，想要从根本上来治理天域城。好说，我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楚清月相信白柳，相信自己的眼光。天域城交给闵元、白柳和蒲千山，他很放心，至少他要回都城一趟。等到天域城渐渐地走向正规之时，将楚家的老老少少都接来，才能够安心。天域城城门前，楚清月将所带来的全部钱财都交给了白柳，并且告诉闵元一定要小心，这日后必定还会有刺杀的事情发生的。城主放心便是，有我贺兰瑶在，必定不会让小闵元受伤的。师傅，您路上慢走。楚清月，你回去的时候万分注意。老夫已经接到消息，9天的人已经出现了。9天的那群人具体在什么地方，蒲千山也不清楚，但9天已经出现在萧国。若是在路上动手的话，他担心楚清月会受伤。放心吧，前辈，我和我相公呢都不是吃素的。圣夏朝的后人，天下之主啊！他们这一来一回，时间早已经超过了2个月。回去之后，萧锦瑜会不会找你麻烦呀？夫人不用担心，为父一定没事。夫人若是累了，就睡一会儿。楚清月，楚家嫡女，漠北越王，萧玉衡之妻。出生之时，天降异象为灾星转世。15岁之时，遭遇劫难，险些死亡。5年前与三王爷相识，于寺庙之中云雨一夜。5年之间，携带一双子女在漠北游历，遇见漠北狼王拓跋渊，帮助拓跋渊平内乱，成为漠北越王。1年前回到都城。白衣男人一字一句说着楚清月的所有，甚至比他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位公子是从何处知晓我的事情呢？就连我在漠北的那段时间都知晓得清清楚楚。9天之人定然要了解灾星的一举一动啊。9天，白衣笑面，难不成就是蒲千山所说的9天组织的白衣人？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九孝，你将带着这个名字进入棺木。说话间，九孝出剑直击楚清月。萧玉衡抱着楚清月，躲闪开九孝的致命一击，持剑抵挡着九孝接二连三的招式。萧玉衡在九孝出剑的那一刻，成功的捕捉到了九孝的本体，一剑刺入心脏，九孝的本体受到了威胁。好在及时收招，否则心脏定当会被萧玉衡的剑刺穿了。高手啊，能与我交手数个回合，不错不错呀。手下败将。手中长剑再出，萧玉衡没再给九孝反应的机会，一剑刺穿了九孝的左肩膀。楚清月也没闲着，趁着九孝分心，抄起身边的凳子，弯腰砸了过去。被一凳子砸在了男人的脆弱部位，
疼得脸色煞白。楚清月，你竟然耍阴招！这招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也不怕青青草原杨村告你侵权？房间中，楚清月为萧雨恒包扎着伤口。好在九校那孙子的剑上没什么毒，等抓到九校之后，我一定要把他剁碎了喂狗。他敢伤我爷们儿！夫人，为夫真的好爱你。老流氓，受伤了就别蠢蠢欲动了。放心，为夫身强体壮，绝对不会让夫人扫兴而归。阔别2个多月，近3个月的楚清月又回到了萧国都城。娘亲，灵儿可想你了。娘亲，灵儿天泽，娘亲也想你们。看娘亲都给你们买了什么了？楚清月将背包中的礼物一一拿了出来，都是灵儿和天泽最喜欢的东西。哇，娘亲太好了，灵儿最喜欢娘亲了，帅爹爹呢？你爹爹他先进宫处理一些事情，晚上的时候再回来。这些好多东西啊，也是你们爹爹给你们买的哟。天泽，这是你父王专门给你挑选的。楚天泽皱着眉头，虽然满眼都写着嫌弃，但还是将书收了下来。哎呦，这不是清月丫头吗？哎呀，可算是回来了呀！迪格朗，好久不见了，怎么清瘦了些许啊？能不瘦吗？照顾你爹和刘雨安。我爹和刘雨安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吗？你爹和刘雨安爬山，2人比赛，2人你还不知道吗？一个冒冒失失，一个老顽童，2人呀比着比着就从山上滚到了山下。迪格朗示意楚清月别担心，除了腿上受伤了之外，没有别的毛病，何况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说话间，迪格老看向楚灵儿和楚天泽，朝着2人摇了摇头。天泽和灵儿点了点头，他们明白该怎么说。是啊，娘亲，外公现在好多了呢，二叔也好的差不多了。娘亲千万不要骂外公和二叔，要不是灵儿想要山上的红色小花朵，外公和二叔也不会争先恐后，然后受伤了。灵儿、天泽，娘亲晚一些时间再来陪你们。爹。哎呦，清月回来了，你啥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知会一声呀？爹爹好去接你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爹爹呀，真的没事儿，都是皮外伤，养一段时间呀就好了。爹要不是贪玩的话呀，也不会从山上摔下来。好了，爹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你再哭呀，爹也跟着难过呀。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小心啊？没有下次了啊，保证会小心，真不用担心。哎，倒是你呀，出去3个月怎么瘦这么多呀？赶紧和爹说说发生了什么啊？我们去西北之地找林家和闵家算账，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楚清月和楚天雄说着他们这一趟西北之行的事情，林家的天玉城地契到闵家的藏宝图。他们在藏宝地发现了一把钥匙，是打开真正宝藏最后一道大门的钥匙，还在天玉城找到了石葫芦，只有拿着石葫芦才能发现真正的宝藏。提起盛夏山的种种情况，楚天雄这个当爹的心也是跟着忽上忽下。好在女儿平安的回来了，还好没事儿。哎，跟爹再说说天玉城的事儿。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楚清月这才想起来，将蒲千山的签名放在了楚天雄的身侧，这可是剑圣蒲千山的真人签名。谁呀？蒲千山，剑圣蒲千山。我的天，你真是爹爹的亲闺女啊！剑圣蒲千山可不是什么人都见得到的，没想到闺女不仅是见到了蒲千山，还拿到了他的签名。这才哪到哪啊？等到咱们楚府搬去了天玉城之后，爹爹你可以天天见到蒲千山呢。好，嘿嘿嘿嘿哈哈哈。房间里父女2人聊了好久，直到楚天雄睡了过去，楚清月这才离开房间。大姐姐，楚清宁叫了一声大姐姐后夺门而出，脸色又是阴沉又是羞红的。小兔崽子，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事儿啊？哎呦喂，这是谁呀？这不是我大姐吗？啥时候回来的？你确定你和我爹是从山上滚下来的，而不是从刀山上滚下来的？刀山？啥子刀山呀？灵儿要看小红花，我这个当二叔的怎能不宠着呀？谁知道你家楚老头非要和我争啊？俺俩你争我抢，双双滚下山。大姐，跟咱说一说，你们这一行呀，都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楚清月熬不过刘雨安的叨叨，只好将一些随行的趣事再一次复述给刘雨安听。都什么时候了，萧玉恒怎么还没回来？放心，现在这个时候呀，萧景瑜不会对你男人不利的。萧景瑜现在这个时候自己都自顾不暇，而且萧国也同样面临着7国所属的灾难了。
这个时候若是再得罪萧玉衡的话，那萧景瑜就不用再坐在萧国皇帝的位置上了。萧国现在怎么了？还不是万里山河图的事儿啊！不少寻宝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在昆仑冰原找到了宝藏，但是那个宝藏呀是个假的。假的？他们发现了？你知道是假的？怎么说呢？我们去西北之地的时候发生过一些奇遇，得知昆仑冰原有真假2处宝藏，而且就算是找到了真的宝藏，也需要石葫芦才能够开启。再者，即便是寻宝的人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到了真宝藏，也只能用特制的钥匙才能打开最后一道宝藏的大门。楚清月不想再复述第3次相同的话了，简单的说了一些在西北地发生的事情，闵家的圣下山宝藏图和天玉城的地契。天玉城的地契？清月丫头，你没骗我？这有什么好骗你的？闵元留在了天玉城进行后续的管理工作，有蒲千山和白柳2位前辈帮着，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啥？蒲千山？那老不死的竟然还活着？一直在天玉城里面过着隐居生活呢。你没事儿就好。这话说的，难不成霍大人还希望我出什么事儿不成？本官还没有这么坏的心思，最近大理寺有点案子需要你帮忙，正巧本官要回大理寺，一起。可拉倒吧，我还得买菜呢。再说了，我又不是大理寺的仵作，凭啥一遇到难事儿就来找我？我要是没回来呢？帮本官看几个卷宗就可，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合着我要是不跟你去大理寺，你还要跟着我回楚府呗？在霍安一步一跟的情况下，楚清月迫于无奈，只好跟着去了大理寺了。你父亲和小侯爷的伤势如何了？好多了，伤到了骨头，至少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霍安，你说我爹爹和小侯爷伤得那么重，一时包扎了多久，方才将2人身上的伤口包扎妥当？1天1夜，宫中的御医和张医师足足救治了1天1夜，方才将楚老先生以及小侯爷从鬼门关救回来。和我细说一下吧，我也好给我爹爹以及溜圆做一些对应的药膳。楚清月问着，霍安并未想太多，只当楚清月知晓一切，说给他听了。在楚清月回来的1个月之前，楚府闯入了一群白衣男子，每一个白衣男子武功极高，三王府的侍卫并不是其对手。为了保护楚府的老老少少，楚天雄和刘宇安以命相搏。楚老先生不愧是7国的高手，凭借一人之力击杀了白衣数10人，刘宇安也杀了3人。比起楚老先生和刘小侯爷，本官觉得你更应该注意你妹妹的举动。为什么这么说？当时本官带着大理寺侍卫进入楚府的时候，楚清宁呆呆地坐在原地，神情冷漠异常，周围七七八八躺着白衣男子的尸体。霍安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楚清宁的神情，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剩下的等我有时间了再来看。霍安，你帮我调查一下那些白衣人在萧国都城的住址。柳家军而已，狄阁老而已，萧国而已，咱们9天会怕这些？当时若不是萧景瑜那狗皇帝的人出现楚府，狄阁老的暗卫和柳家军一同出现，咱们早就解决了楚天雄了。你也知道啊，我还以为你只是个莽夫，只知道杀杀杀。若是以前的楚府，我们根本不惧，即便楚天雄是7国的高手又如何？但现在楚府不仅仅是楚清月一个人，更有漠北、萧国3王爷、狄阁老、柳家军等等的势力支持。楚清月，老子一定要弄死他，让他生不如死。来人，换一壶新茶。白衣侍卫走上前，端来一壶新茶放在桌子上，且不小心将茶水打翻，茶水洒了9笑一身。你做什么？故意的吗？信不信老子把你流放到蛮荒？当然是故意的。楚清月，你在茶水里加了什么东西？毒呀！你脑子是不是傻？我不在茶水里头下毒，难不成还要加一点补药给你吗？好狠的女人！趁我不在楚府，打伤了我爹爹和刘宇安，你们的胆子不小啊！解药拿来，否则老子屠你满门！茶水通过皮肤，开始一点点地腐蚀着9霄的血液。若是没有解药的话，不出半个时辰便会毒发身亡。你都死了个球的，还屠我满门，当我3岁小孩子啊？我呢，这个人最不喜欢别人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9天也好，10天也罢，
真当自己是宇宙老大了。钱要拿来，我们还可以好好说。我们2人若是有任何闪失，9天不会放过楚府任何一人。你觉得我是不是要交出解药，然后跪地求饶，求你们放过楚府？不可能，我这一次来就是来杀你们的。萧玉衡，我是不是特没用？谁说的？夫人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最聪明的女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最好的姐姐，最好的女儿，也是为夫唯一爱着的妻子。我让爹爹受伤，让刘雨安受伤，我害怕。楚清月不怕死，但是他怕楚天雄死，怕灵儿天泽有危险，怕清宁刘雨安，怕楚府的人受到连累。是为夫的错，是为夫没有顾及到9天会危及到楚府的安全。楚清月趴在萧玉衡的怀中哭着，不知哭了多久，睡了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楚府书房的卧室中。夫人醒了？睡醒了，感觉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伸着懒腰，楚清月打着哈欠坐起身，和萧玉衡说着梦中所看到的一切。除了萧玉衡之外，楚清月没有让其他人知道白茶园的事情。楚府的人都在瞒着他，楚清月知道是为了不让他担心。白茶园只是9天的一个据点，你就算灭了白茶园的那2个人，9天还会源源不断的送人过来。他已经知道了白茶园里的事情，准确的来说是几日之前就知道楚清月杀了9天的2个人，一把火将白茶园给烧了个干干净净。丫头，你要知道9天是一个很强大的组织，但凡伤害楚家任何一个人，9天也好10天也罢，我楚清月可不是吃干饭长大的。庆国的人老夫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些，你看何时让他们前往天域城啊？楚清月要做的事情狄阁老都清楚，趁着庆国分崩离析，正好从庆国收拢人才。正巧了，庆国第一刀客陆四海在他的说服之下也是加入了楚府。但是吧，陆四海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多多少少他也听闻了陆四海的传说，和爹爹呢是一个辈分的英雄，而且好像还和庆国的皇室有些许的关系。陆四海原话是说，他可以加入楚府为楚家效力，但是1年至少要给他10万两，而且每年要找到一株天莲花。胃口不小啊，10万两不是难事儿，他现在就是钱多。但天莲花这种东西呢，世间少有，而且天莲花生长的环境极其恶劣，只有在每年的冬末春初的时候，在雪山之巅才能够找得到。狄阁老是怎么回的？还能怎么回啊？先把人稳住。陆四海这个人脾气十分古怪，但是身手奇高，是一个必须要留下来的人。不管能不能够找得到天莲花，先一顿吹嘘把人留下。不愧是咱们楚府的人，够不要脸。啥叫不要脸啊？这叫聪明绝顶好吗？好好好，狄阁老您说什么便是什么啊。当日多谢陛下出手相救，没有让楚府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个就当做我的还礼了。何物？你想要的东西，开启真正昆仑冰原藏宝地的东西。楚清月说着石葫芦的作用，万里山河图的宝藏在昆仑冰原不假，但也分真假藏宝点2个地方，而且他听说萧国的寻宝队伍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宝藏之地，但却没有法子进入其中。萧锦瑜手中现在握着的石葫芦，便是开启真正万里山河图宝藏的第一道钥匙，算是楚清月的谢礼。你确定？没什么确定不确定的，万里山河图在我的眼中不及楚府一家老小1/1000。对于楚清月而言，再多的宝藏又如何？只要楚府的人能够平安无事，就是最大的幸事了。需要我来还有啥事儿吗？朕叫你的目的自然是与万里山河图有关，这是在昆仑冰原挖出来的，看看。萧锦瑜将令牌扔向楚清月，接到令牌的楚清月看着上面奇奇怪怪的文字，这是盛夏朝的文字。哦，原来如此啊。萧锦瑜知晓萧玉衡是盛夏朝皇族的后人，知道他能破译文字，但是又不能将此事直白地说出来，所以才叫他来。将其余的令牌一同拿出来。是陛下。令牌不仅仅只有一块，李公公费力地将一个布包给拖了出来，里面满满登登的都是同样材质同样大小的令牌，每一块令牌的背面都刻着字。当作回礼，朕将全部的令牌送给你。那成，
陛下的好意呢，我们就收下了哈。写了啥？关于昆仑冰原的记载，说到盛夏朝灭亡之时，盛夏朝的国师建造了真假2座墓穴，真的墓穴埋藏着当时盛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和皇后。萧玉衡说着，楚清月听着，令牌上的文字大概概括的内容就是盛夏朝灭亡与陵墓主人的一些事情，尤其提到了盛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衡和皇后年月的事情。年月？天下还有这么奇怪的姓？姓绵啊？绵月是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姓绵，应该是归名。萧玉衡继续翻译着文字的内容，楚清月也在一旁安静地听着。上面记载着盛夏朝夏衡和绵月的爱情故事，让人动容，完完全全就是古代版的霸道总裁的典范。文字记录到结尾，随着盛夏朝的覆灭，盛夏朝的君主和皇后被埋葬在了昆仑冰原之中，永生永世在一起。原来如此啊，这些牌子记录了2个人的过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啊。并非如此，夫人看这里。萧玉衡指着正面所画的图，这张图应该是真正墓穴的布置图。狄阁老是哪里找到的？楚清月并不关心这张图是不是真正的昆仑冰原藏宝典的图，他好奇的是狄阁老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图。老夫是在黑市淘来的，前几天有人在黑市卖东西，老夫就顺手买来了。哎，别去，千万不能惊扰青宁丫头呀！像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几次了。狄阁老回忆着楚清宁的变化，那还要从楚天雄和刘宇安被重伤的那一天说起。当时9天的人闯入了楚府，虽然万幸保住了性命，可被一具具尸体围绕着的楚清宁自此有了变化。那一天开始啊，每到夜晚的时候，清宁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冷酷少言。虽然不曾伤害楚府的任何一个人，但这已经是第4次了。记得上一次发现半夜离开楚府的楚清宁，还是在都城的一个小巷子里面。除了楚清宁之外，周围还躺着一群半死不活的人，每一个人身上都被刺中了要害，只剩下一口气残存在人间。当然，那些人也并不是什么好人，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白天，楚清宁又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并且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老医师啊都不知道清宁是怎么了，你万不可惊扰了清宁丫头啊！狄阁老担心楚清月的莽撞会对楚清宁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毕竟连这都城之中资历最老的医师他都不知道清宁这丫头到底是生了什么病了。噗嗤一声，月色下，楚清宁手起刀落，手中不知何处出现的长刀刺入了一个男人的心脏。那男人本打算调戏楚清宁，结果却是死于他手。大姐姐，正式介绍一下，我叫楚清宁，不是从前的那个傻子了。清宁，是我是大姐姐。天色太晚了，咱们回家吧。大姐姐，你没有必要再把我当成以前的傻子，现在的我觉得很好，眼前的世界从未如此的清明。这么多年了，我都被压抑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傻子被欺负被嘲笑。但现在不同了，那傻子害怕的躲在了我曾经居住的黑屋子里。不过你放心，我依旧是楚清宁，是楚府的二女儿，不会对楚府任何人造成伤害的。但与此同时，你们最好也别想着将那个傻子叫回来，否则会出现什么后果，我也不敢保证。话音落下，楚清宁纵身一跃，消失在3人的视线中。哎呀，清宁丫头到底是怎么了？难不成真的被夺舍了吗？不是，双重人格。翌日，楚府，楚家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开家族会议。满身是血的楚清宁凌晨的时候才回来，现在还在熟睡中。他们要趁着楚清宁不知觉的情况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清宁什么时候会的武功啊？你走的这几年呀，爹爹为了清宁自己能防身，就教了一些招式。一些？毕生。楚天雄从一些招式换成了毕生的招式。不过话说回来，不愧是他楚天雄的闺女，是练武的好苗子，一招一式学的那叫一个快。老夫也没想到清宁的武学竟然如此进步神速呀！大姐，清宁到底怎么了？
青宁的另一个人格被释放出来了。什么叫另一个人格被释放出来了？楚清月简单笼统地用几句话解释一下人的人格，并且分析楚清宁变化的原因。自始至终，清宁都是双重人格，但另一个邪恶的人格被一直压抑在心中，善良的人格展现于世人眼前。楚天雄和刘雨安的重伤是击溃了楚清宁邪恶人格防线的导火索，直至昨天夜里，楚清宁阴面的人格完全被释放，才会有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那清宁的善良的人格还会回来吗？不知道，楚清月也不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引导清宁善良的人格被唤醒，这样才能压制住邪恶的人格。不用白费心思了，那傻子已经彻彻底底的躲了起来，想要换回来，除非我死。大姐姐，我要吃包子。楚清宁看了一眼已经傻掉了的众人，转身离开了楚府。我可爱的小清宁呀，啥时候能变回来了？哎，清月丫头，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是双重人格，有没有法子让清宁的善良人格回来呀？如果能够找到催眠大师，或许还可以试一试。催眠？啥玩意儿是催眠啊？怎么解释呢？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让人进入浅层睡眠中，睡眠者能够引到人的内心。楚清月给众人解释着催眠的意思，如果能在这个世界找到催眠师，说不准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不就是巫师吗？楚清月形容的催眠师和巫师大致相同，要不他们找来巫师看看能不能够引导楚清月的单纯人格回来。狄阁老马上让人去萧国都城的边境找七国第一巫师来，而且要800里加急的那种。一日一大早晨的，刚吃完早饭的楚清月就收到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昆仑冰原怎么了？坍塌了。这事儿发生在1个月之前，听说不少人都被掩埋在了冰原之下呀。狄阁老说着刚刚收到的消息，齐国的寻宝队伍在昆仑冰原驻扎了许久，但是出于无奈，根本无法进入真正的藏宝地点。直至1个月前的一天，天空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剧烈的声响。当所有人抬头去看的时候，脚下的冰层一下子就崩塌了。位于崩塌地带上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冰层坑洞之中，死的死，伤的伤。但幸存下来的人也有意外的收获，发现了距离宝藏1000米之外的另外一个测试墓穴，并且在其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金银财宝。最为重要的宝藏还要数一颗1000年的天明珠。天明珠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可是好东西啊！传说天明珠是天上神仙遗留在人间的宝贝，能起死人，肉白骨不说，还能让人延寿。哎，这么说吧，只要你拥有了天明珠，寒毒自可化解。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天明珠能够解寒毒的事情啊？要知道的话，他也不用千里迢迢费了这么大的劲来折腾一圈，直接去昆仑冰原拿天明珠不就好了吗？别说你了，我和你爹一直不相信有天明珠的存在。狄阁老白了楚清月一眼，但凡他们对天明珠再执着一些，早就派人去抢珠子了，何苦现在天明珠下落不明呢？下落不明？不是说天明珠在藏宝地的测试被发现了吗？怎么还下落不明了？是人都想要天明珠呗，本来剩下的就不多了，打着打着就把天明珠给打没了。狄阁老冷笑着，嘲笑着那群贪欲心十足的寻宝之人。本来发现了个好东西，现在不知所踪了。楚清月将一张纸张交给了狄阁老，纸张上拓印着的是令牌背后的一些文字。清月丫头，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奇怪？老夫的意思是，从齐国开始找万里山河图宝藏开始，到老夫无意间在黑市买到的这张图，又到现在这张纸上记载着的内容，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但其中呀，好像有一条细细的线，将这一切都串联在一起呀。楚清月没说话，静静地思考着狄阁老说出来的这一番言语，脑海中回想着自己回到萧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死者男性，年龄20到23岁之间，死于钝器击中头颅，失血过多而亡的。
死前遭受折磨。楚清月说着尸体的一些死因，并着重说到了他杀2个字。他杀？老杨皱着眉头，他虽然不会验尸，但跟着楚清月也学到了一些皮毛。在发现尸体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保护，没有发现凶手的任何踪迹。再说，锤子是在死者自己的手中的，死者身上的伤痕也足以证明是死者自己下的手。楚姑娘，您给咱们说说，孙秀才到底是怎么死的？为啥确定是他杀而不是自杀呀？我刚才问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昨晚上只听见了一声声钝器捶打的声音，并未听到孙秀才的声音。若不是孙秀才执意寻死，若是他杀的话，必然会发出惨叫呀。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秀才之所以神神叨叨的，一定是中了某种药，可以麻痹神经。凶手尾随着孙秀才回到了客栈，趁其不注意，将锤子锤在了孙秀才的后脑上。凶手用布包裹着锤子，先击晕了孙秀才，然后行凶，将凶器塞到了孙秀才自己的手中，并且制造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才有你们看到的孙秀才自己锤自己的画面。很简单的一个案子，在21世纪的时候，那时的他还是一个法医学徒，他记得和师傅出现场之时就遇到了相同的案件，只不过21世纪的科技明显要高超出许多。检测了受害人的血液，里面有致幻剂的成分，顺藤摸瓜的查出了凶手。古代呢，虽然没有验 DNA 的技术，没有各种高科技的仪器，但只要细心就能够查到想要查出来的罪证。这天下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缺的是发现证据的心。证明了孙秀才是死于他杀的，抓凶手的事情就留给了大理寺。好久不见了，都想死我了。月儿，你想我没啊？你个死丫头，你怎么来了？夫人，你不宜动胎气。胎气？你怀孕了？谁的？还能有谁的？我身后那个混蛋的呗。这才多久？几个月啊？他离开燕国呀，也才半年多，不到1年的时间。唐宁和高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丫头居然都要做母亲了！进来说，别总是站着。楚清月拉着唐宁的手，二人没天没地的聊着东南西北，尤其是在说到唐宁和高哲之间的事情时，一向大大咧咧的唐宁竟然表现出了小女儿家的姿态。妹子，你正常点，拿出点爷们儿的气息来啊！哎呀，讨厌，人家现在就是个淑女，别总说什么爷们儿不爷们儿的。对了，月儿，这一次我们是来投奔你的。聊着聊着，唐宁说起这次高家举家迁移的目的，便是来找楚清月的。看得出来，而且我也答应过高哲，他答应过高哲，若是高家来投奔楚家，他必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但高家在燕国不是待得好好的吗？怎么忽然间就来了萧国？他也没有接收到什么高家不好的消息了呀。哎呀，你不知道，高家现在分崩离析，没落也是早晚的事情了。叹了一口气，唐宁说着楚清月离开燕国燕京之后，高家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高家，各大家族也是逐渐走向了末路。高家现在的家主是高无忧，高家和李家去寻找万里山河图的宝藏，弄的是心神俱疲，死伤无数。他也曾劝说过高无忧，让高家从万里山河图宝藏之中抽身，在这乱世里面保全高家。但高无忧已经是完全入魔了，高哲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家毁于一旦，于是便有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了。月儿，不瞒你说，因为寻找万里山河图宝藏，高家现在至少死了有100余人了，其中还包括了高家和李家的宗门之人。为了保全高家，能让高家继续延续下去，高哲便带着愿意离开燕国的高家族人来到了萧国找你。这一路上虽然并未发生什么，但是已经离开了燕国，就代表他们再也回不去燕国的高家了。月儿，你说高哲这么做是对的吗？在这个乱世，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他的决定不仅是要保全高家，也是在保护你。放心吧，多日不见，唐宁是真的变了，变得和从前不同了，但是又和从前有着相同的善良。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我有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建议，不知道高四爷能不能够接受。三王妃请说。高哲知晓楚清月要说的是关于高家众人的安置问题，那我就直说了。
下午的时候，唐宁已经将高家种种告知于我，我就在想一件事情，眼下就看高四爷的了。楚清月有自己的计划，高家30多人，将近40余人的人口，留在楚府并不是问题。就算是白吃白喝100年，他们楚府都能够养得起。但如高哲一样的人，必定不甘心屈居于楚府。再者，高哲是一个人才，能够准确的审时度势，这世间难求，所以他希望高哲帮他。高四爷，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呢，并不是以萧国三王妃的身份来说的，而是以楚家嫡女楚清月的身份和高四爷来商议。楚清月继续说着他要和高哲说的那些话。天玉城的发展需要足够的帮手，现在的天玉城虽然有白柳、闵园和蒲千山，可能用到的人手实在是少之又少。他想让高哲帮他管理天玉城，建设天玉城。至于薪资问题，高四爷想要多少，我楚清月就给多少。三王妃当真要将天玉城交给在下管理？千真万确，比黄金还要真。我真心的寻求高四爷的帮助，而并非是在命令。既然三王妃看得起在下，在下便承接此事。不过在下夫人受孕，去往天玉城的路上颠簸，再加上天玉城是患乱之地，这路上的费用以及到了天玉城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在下要做什么，还请三王妃不要轻易插手才是啊。这个自然，我目前在萧国无法离开天玉城，便要拜托高四爷了。楚清月脸上笑着，心里却是在骂着高哲，还以为这只狐狸能够看在唐宁的份上好好说话。虽然高哲是答应下来了，但是从刚才的一番话来看，这死狐狸一定会狠狠地敲他一笔的。楚清月和高哲达成了共识，高哲负责天玉城的管理规划和发展，闵园负责安全问题，白柳负责财政问题，楚清月则是留在都城挣钱，来维持天玉城的正常运作和开销。晚上的时候，正当萧玉衡准备抱着楚清月睡觉，还未踏进房门的那一刻，唐宁先一步搂着楚清月进了房间，并且关合上了房门，只留下萧玉衡和高哲2个大老爷们儿在门外吹着风。你夫人一向如此。萧玉衡皱着眉头，脸上是明显的不悦。三王爷的夫人也一向如此。清月丫头，你是真的将石葫芦给了萧景瑜？狄阁老，我知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狄阁老为了他好，楚清月当然知道的，但现在这个情况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的分心了。如果万一有人知道他手中有着开启真正藏宝地的2把钥匙，那到时候楚府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1、2个有心之人了。如今将石葫芦给了萧景瑜，算是表达了谢意，同时也是将一部分的危险分流出去了。况且就算是萧景瑜真的打开了真正的藏宝点又如何呢？最后藏宝之地的大门钥匙还不是在他的手中握着吗？狄阁老，你找的那些人都靠谱吗？岔开了石葫芦的话题，楚清月问着狄阁老，从庆国、雪国招揽的人才可靠与否？这点你放心就好了，我狄阁老3个字可不是说说而已。况且还有你爹呢，你爹要是不行的话，还有蒲千山那货呢。要知道，楚天雄的名字在许多人的眼中已经是足够响亮的，毕竟那可是一代传奇。虽然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但蒲千山的名头比楚天雄更胜100倍，能成为楚天雄偶像的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要不然楚天雄这老家伙怎么会天天抱着蒲千山的签名，乐得合不拢嘴呢？爹老不死的，你这话呀，老夫一点儿都不爱听。蒲前辈剑圣的名头自然是如雷贯耳，但我楚天雄的名头也不差。哎，是，被9天呀都快打出屎来了，你也好意思说这话呀？提起9天，不仅仅是楚天雄、狄阁老2人心有余悸，楚清月亦是如此啊。回想楚府经历过大大小小数10次的灾难，就算平南王带着好几百号人来楚府闹事儿，楚府老少也没有伤到半分。可9天只是一个照面，便将楚天雄和刘宇安重伤。清月丫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9天虽然实力强大且神秘莫测，但是啊，也不是无迹可寻。但凡9天之人身上呢，都会纹上一个特殊的图腾。
狄阁老告诉楚清月，9天的人自打出生开始，就在组织里面培训，每一个9天组织的人都会在身上纹下9天特有的印记。老夫曾经有一个门生，便是9天的成员，但到死都没有说出9天的秘密呀。哎呀，罢了罢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怪呀，也只能怪老夫和那少年没有师徒的缘分了。清明呢？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回来的，这不是被我们家侍卫送回来的吗？清宁有些事儿出去了，1个时辰之后回来。刘宇安啊，你真不觉得清宁怎么说呢？我知道清宁变了，但还是那句话，无论清宁变成什么样子，他都是清宁。我发现呀，有时候你小子倒是看得开呀。哎，那我问问你，如果巫师到了，能给清宁催眠了，你是希望现在神识清明的清宁留在你身边，还是喜欢那个单纯的清宁在你身边啊？刘宇安，你的选择是什么呀？现在的楚清宁还是以前的楚清宁啊？至少在这段时间，我们不能辜负了清宁，对吧？至始至终，刘宇安都清楚自己喜欢的是谁，他喜欢的是那个没有任何心思、干干净净的楚清宁。虽然不像正常人一样有着智慧的大脑，但他就是他，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楚清月看了看刘宇安，又看了看楚天雄和狄阁老，3人相视无奈地笑着。怎么，想要去寻宝吗？非也，为夫只是关注天明珠而已。萧玉衡将手中的一封密函递上前来，上面写着当日测试发现天明珠之后的种种经过，以及天明珠消失、再次出现又再次消失的信息。天明珠难道自己长腿了不成？天明珠有没有长腿，为夫不知道，但只要能为夫人解毒，即便是天涯海角，为夫也会将天明珠找到。寒毒因他而起，5年的折磨，生不如死，他又怎么忍心再看着楚清月再痛苦下去呢？血煞宗的玉佩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的时间，他要在寒毒最后发作之前，将解药和天明珠都找齐了。别一脸凝重的表情，哎呀，放心放心，不是有解药的方子了吗？我身体里面的寒毒一定能够去除的。真的是拓白弟弟，拓白弟弟，许久不见了。哎呀，爹爹可想死你们了！哎呀，都离开这么久，也不知道给爹爹写一封信啊。爹爹还以为啊，你们被坏人抓去了呢。拓白弟弟，你怎么来了？爹爹想你们娘亲，这不就来接你们回家吗？拓跋渊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随随便便就把漠北的事儿撂下了。拓跋渊，漠北大汗狼王，战功赫赫，传说是被野狼养大的汉子，有着狼王一样的血性，而且天生神力，骁勇善战，更是漠北人心目中唯一的大英雄。漠北好不容易安定了一段时间啊，你敢偷偷跑来削国？老子是光明正大的来谈联盟的，只不过老子提前几天到而已，为了见娘子你嘛。当真？千真万确，老子骗谁也不会骗你呀！老子啥时候骗过你啊？啊，你说是不是啊，娘子？夫人是本王的夫人，你若再胆敢叫本王的夫人为娘子，后果自负。小宇恒，别以为本大汗怕了你，你是王爷，老子还是大汗呢。楚清月是漠北的越王，是本大汗唯一指定的正牌娘子，是我们漠北未来的主母。做梦！只要本王在的一天，你休想得逞。萧玉恒，你先带着孩子去休息，我送拓跋渊去驿站。娘子，老子要住楚府。滚回你的驿站去。王爷放心，小王爷和小郡主是绝对不会和拓跋渊回漠北的。纳兰锦怎么能不知道萧玉恒心底小小的慌乱是何意？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王爷看起来才更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娘子，谁让你来的？漠北那几个老家伙多危险，你知道吗？看着拓跋渊，楚清月真是恨不得把眼前的男人脑瓜子敲碎。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敢离开漠北？开玩笑呢！那几个野心勃勃的老不死的，整天盯着漠北的大汗之位，拓跋渊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那群人的陷阱之中。虽说在他来之前，二人已经联手铲除了不少的危险，可那毕竟是漠北最大的部族。笑什么笑？我真想把你的脑壳给敲碎了，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屎啊！嘿嘿嘿，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娘子说老子脑子里面装的是屎，那我脑子里面装的就是屎。嘿，而且这坨屎呀，整天都在想着娘子呢。来，让老子抱一抱，老子有多久没抱你了？
说着，拓跋渊走上前，张开双臂就要抱着楚清月入怀，却被楚清月一脚踹开了。这是啥意思呀？来了小果，见到了萧玉衡，就不让老子抱抱了？胖了一些，不错，比在漠北的时候呀，气色看上去好了一些。算是萧玉衡这小子有良心，没把老子的媳妇儿养瘦了。你到底来都城有啥事儿？老子不是说了吗？关于萧国和漠北联盟的事情，但最重要的还是来接你回去的。这么长时间不见了，老子每天夜里都在想你。你看你啊，也来萧国了，想看见的人也看见了，想做的事情呢也做了，反正啊，什么事情都已经完事儿了。等老子回到漠北的时候，咱们一家子一起回去。别扯淡，你确定漠北要和萧国联盟？谁提的意见？亚达说的。亚达是拓跋渊身边的狗头军师，为人奸诈腹黑，但是对拓跋渊却是忠心不二的，完全可以信任。亚达并不希望老子和萧国联盟，是老子自己提出来的。主意怎么样啊？是不是特别棒？你知道现在七国都乱成什么鬼样子了吗？庆国已经分崩离析，好好的漠北你不待着，偏偏来中原，你搅什么浑水啊？你是不是大汗的位置坐久了，闲得没事干了？还有，伊洛已经怀孕了，你既然身为伊洛的丈夫，身为他腹中孩子的爹，能不能改一改你这嘴贱的毛病啊？伊洛怀孕又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子呀，至始至终爱的人只有你一个。记住了，千千万万小心，都城不是在漠北皇城，你最好不要一个人瞎乱逛。娘子担心老子呀。拓跋渊再一次伸出手，要拥着楚清月入怀。砰的一声，楚清月一拳击中在拓跋渊的腹部。真下手啊！腹部抽筋儿一样的疼。我和拓跋渊应该是6年前认识的。夫人不需要解释，为夫明白。萧玉衡，为夫不喜欢别的男人看着你，抱着你，还叫你娘子。说着，萧玉衡抱着楚清月走向书房的内室。哟，这不是萧国三王爷吗？本王倒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从楚府搬出去呀？这里是老子娘子的家，堂堂萧国三王爷总寄人篱下，让人听到怕是要笑话啦。啊，对了，我娘子身体不好，老子记得这一切都归功于三王爷呀。三王爷要是还惦念着我娘子当初的恩情，还是尽早的找到寒毒的解药，也好和老子的女人两清，不再纠缠。这么明目张胆吗？漠北的人也太猖狂了。那有啥呀？你是没看见漠北人的作风，韩王这样还是看在楚清月的面子上没有动手。漠北韩王的传说你们可曾听过呀？当年可是被狼养大的男人呐。关键是啊，漠北韩王和三王爷杠上了，后果会是啥样子？怎么不说话了？还是没话说了？原来是客，狼王若是善意，本王便以礼相待。毕竟夫人这5年来也多亏了狼王的照顾，但若是狼王来者恶意，本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本王的爱妃昨晚上太累了，还在休息，狼王莫要打扰才是。萧玉衡用一句话表明了楚清月的归属权。站在院落中的拓跋渊紧握着双拳。萧玉衡，这一次本王定要带走楚清月。小丫头，抢老子的丸子，这丸子是老子娘子特意为老子做的。楚清月是我长姐，这里是楚府，你要好好吃饭就留下，不想吃就滚。哎，不气啊，气了伤肝哈。原来是娘子的妹子，那也就是老子的妹子。来，叫一声姐夫听听。就你还想做我姐夫？哼！话音落下，楚清明推着刘雨安离开了楚府。从厨房走来的楚清月叹了一口气：“你是不是又没放好屁？怎么惹到了我妹妹了？”真是你妹子！哎，你不说你妹妹脑子有问题吗？你妹子脑子才有问题呢，会不会说人话？要不是知道拓跋渊说话就是这个气死人不偿命的德性，他真会忍不住动手灭了这货。娘子，你说老子不和萧国联盟咋样啊？直接把萧国打下来，当成咱们漠北的后花园，如何呀？你脑子要是有病，就去找医师看看，趁着现在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或许还能够挽救你的狗命。我可没有开玩笑呀！你要是喜欢的话，老子率领漠北大军
把萧国踏平就是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漠北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实力又如何？你还不是要来和萧国求联盟吗？漠北民风彪悍，又有数百万大军，在军事实力上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但漠北地域宽阔，一半的土地被荒漠所覆盖，粮食的储量是漠北的最大问题。如果猜的没错的话呢，拓跋渊之所以来萧国都城与萧景瑜和谈，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粮食一事。今年收成不好吗？也不是说不好，眼下齐国就要乱了，你也知道漠北面临的问题，所以能骗一些粮食是一些。拓跋渊笑得那叫一个坏，告诉楚清月他已经按照这个法子骗了好多粮食了，都是以和国家联盟的理由借粮的。至于借了粮食之后会不会还嘛，什么时候还那就不是他的事情了。也就是这乱世吧，说是放在以前，你这样的必然会遭到七国联盟讨伐。那又如何？老子最不怕的就是打仗了，乱世才出英雄呀！况且老子才不要做英雄，老子要做就做枭雄。笑什么？你不相信老子能做成天下第一的帝王？我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呢？你可是拓跋渊呢。你还是不相信老子能护你一世周全？你真的认为只有萧玉衡才能护着你吗？楚清月，你真的爱上了萧玉衡呀？我和你这5年的感情抵不过你和他短暂的相处吗？你这话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现在要全心全意对待的人只有一洛，他怀着你的孩子，你不仅要担起丈夫的责任，更要担起当爹的责任。你知道我不喜欢一洛，那天晚上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应该是你，不是他。是一洛耍了手段，是他让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所以你才会带着灵儿天泽离开漠北。因为萧玉衡的出现，他胁迫你留在萧国都城，所以你才没有回漠北。即便是没有一洛，我也不会成为漠北的大汗的妻子。我从始至终只当你是……算了，你现在被萧玉衡迷了心智，还是等你冷静之后再说也不迟。不等楚清月将话说完，拓跋渊转身离开了楚府。韩王可有何事？萧玉衡，凤山酒馆，有胆子就来。话落，拓跋渊转身便走。王爷，凤山酒馆。楚清月是本王的女人，也是漠北唯一的王后。巧了，本王也认识一个叫楚清月的女子，她是本王的王妃，是三王府的当家主母。萧玉衡，你真的以为凭你的手段，真能让楚清月心甘情愿地留在都城？本王深爱着楚清月，并非以什么手段，而是凭借着本王的真心。笑话，真心？你若是真心的话，6年之前怎么会伤害楚清月？你可知那几年楚清月在漠北怎么过的？啪的一声，拓跋渊大手拍在了桌子上，一桌子的酒菜散落在地上。当年他寒毒发作，都是老子陪在他身边，那时候你在哪里呀？现在说什么爱不爱的，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萧玉衡，敢不敢赌？如果老子输了，老子再也不纠缠楚清月母子3人。如果你输了，你萧玉衡永永远远的不再出现他们面前，不再打扰他们的生活。一拳落下，拓跋渊狠狠地打在了萧玉衡的脸上。萧玉衡回手一拳，也招呼在了拓跋渊的眼眶上。眼眶被打了一拳的拓跋渊再次冲了上来，二人又混战在一起，拳拳到肉，打得那叫一个惨烈。7天的时间，如果楚清月母子3人跟老子走，你萧玉衡不准再纠缠。拓跋渊再一次重复着赌约，他要萧玉衡答应，若是7日之后他离开萧国都城的时候，楚清月3人选择跟着他回漠北，萧玉衡将永生永世不可以再打扰他们的生活。你说定了。怎么回事啊？夫人莫要担心，本王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是不是和拓跋渊打架了？你傻不傻？你还手啊？那缺货下手狠着呢，下手这么重，不想活了他，竟然敢打伤我男人，你还笑得出来？有夫人在身边，为夫当然开心了。1日一大早，萧玉衡便起身上朝去了。看啥？还联盟吗？联盟一事，朕已经有所定夺。萧景瑜的目光从拓跋渊身上转过来，看向萧玉衡，将联盟的事情交给了萧玉衡来处理。又发生啥事儿了？大理寺的人出现在楚府，
准没好事儿。事实呢，正如狄阁老所猜的一样，霍安来找楚清月出现场。刚做好包子的楚清月直接被霍安扛着上了马车，临走之前还顺走了一蒸笼的包子，这让楚府的老少爷们们险些追杀霍安到凶案现场。霍大人，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还抢我包子，你要点脸吗你啊？事发突然，本官也逼不得已。你可拉倒吧，还逼不得已？那怎么还没有忘脱包子啊？凤眸之中满眼嫌弃的表情。楚清月看着一边恶狗吞食吃包子状的霍安，你饿了多久了？有2天了。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些尸骨的？大雨之后。霍安说着发现尸骨的时间和当事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怪异的事情。当夜大雨，一个猎户准备回家，谁知在路过桃花林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倒在了地上。仔细一看，那猎户这才看清楚，绊倒他的是一具白骨尸体。当夜猎户就报了官，而大理寺也在桃花林中发现了17具尸体。多少钱啊？先欠着，等本官发放俸禄的时候一起还你。三王妃，你就别调侃霍大人了，您还不知道咱们大理寺一个个穷的都掉渣渣呀，就帮帮霍大人吧。看在老杨的面子上，我才不走。记得发了俸禄，把钱送到楚府。白了一眼霍安，楚清月将视线落在尸骨身上，死因颈部被人给折断。目前能看到的信息就这么多，你们查了附近的信息了吗？查了，这几天的时间呀，大理寺都在附近的几个村庄查询失踪人的信息，确实有一些失踪人口，不过大多数都是出远门打工的人，能真正算得上失踪的只有4个。老杨将4个失踪女子的信息给楚清月看，4个人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的女子，在前后4个月的时间分别失踪。还有别的吗？还有一个。老杨将第2张纸交给了楚清月。据我们调查呀，4个女子前后都去过一个叫白神山的寺庙，去了寺庙后不久就失踪了。我们也查了白神山的寺庙，却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啊。三王妃，17具尸体上再没有别的信息了吗？有，不过还不确定，我需要用进一步的手段来验尸。大理寺的侍卫将桃花林下掩埋着的17具白骨挖了出来，一一运送回了大理寺。老医师，你的意思是这些毒并非是萧国所有的？据老夫行医数十载来看，这些毒产自于庆国，是一种花的毒素，叫做凡无花。凡无花开放之时，花瓣是5颜6色的，美丽之极，每一片叶子都带着甘甜的味道。说是少许服用的话，能让人减少疼痛，可一旦服用过量，便会让人陷入幻觉之中，无法自拔，最终毒素侵入脑子，侵入5脏6腑。那个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降临也无力回天了。庆国的凡无花怎么会出现在萧国都城？老医师，你确定这些尸骨上的黑色纹路就是凡无花的毒素吗？确定，老夫不敢欺瞒三王妃和霍大人。老夫之所以认识这些毒素是凡无花的毒素，还是源于数十年前的一场噩梦遭遇啊！老医师的目光中渐渐露出恐惧，似乎回忆起了一段如恶鬼缠身一般的记忆。楚清月皱着眉头，听着老医师讲述着30年前他和他师父在庆国的一段遭遇，不禁也是跟着心生恐惧。30年前，老医师和他的师父前往庆国游历山水，去拜会好友，但是在到达庆国的一个边境村庄之时，却发现那一村的村民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迷茫地游走在街道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黑色纹路，和发现的这17具骸骨身上的纹路一模一样。不仅如此，那些人准确来说，那些只能行走的尸体并不算是人。那些行尸的听觉十分灵敏，但凡听到一点点的声响，都会和恶鬼一般冲上前去，疯狂地撕咬，直至将其啃食的只剩下血淋淋的白骨。这不就是丧尸吗？丧尸？三王妃口中的丧尸是何物啊？老医师不解。楚清月摇了摇头，示意老医师继续说下去。
当时老夫和老夫的师傅寻遍了各种法子，也无法救治那村落的村民，最终只能将所有的尸体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发生啊！三王妃，霍大人。老医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眼中的渴求异常的浓烈。老医师请说。当年老夫和老夫的师傅虽然将那村庄的尸体烧了个干净，可不幸的是，老夫的师傅也身染番乌花的毒素。说到此，老医师哽咽着，眼前的画面是师傅身染烈火的场景。为了不让毒素死灰复燃，师傅只能以烈火焚身。老夫深知这种毒的危害，还请三王妃和霍大人找出毒的根源，才能彻底的避免灾难的发生啊！放心，本官自然尽快捉拿凶手，追查元凶。多谢霍大人，多谢三王妃。霍安，你接手这件案子几天时间了？怎么？也没怎么，你们小心一些便是了。楚清月也不敢确定自己心中的想法，希望只是凑巧而已。我先回去了，有事叫我。等等，啥事儿？你要回漠北？谁跟你说我要回漠北了？没什么。看楚清月的样子，显然是不知道朝堂上发生的事情。没什么的话，我就先走了啊，记得还钱。催促着霍安别忘记还钱。楚清月离开了大理寺。大人，你觉得三王妃会和漠北大汗回漠北吗？再怎么说，这关系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邦交。可三王妃和三王爷那么的恩爱，而且还有了孩子，三王妃会回到漠北去吗？如果回去了，三王爷怎么办？霍大人不也天天备受相思苦的煎熬？但若是不回去的话，那萧国和漠北之间便会有一场战争。现如今的七国已经乱成了一团，萧国和燕国虽说是联盟国，但燕国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出兵帮助萧国敌对强大的漠北，真是好难的选择呀。不知道，但本官相信楚清月心中有选择。霍安的话说了是等于没说。拓跋爹爹，你真的要带着灵儿和哥哥回去漠北吗？对呀，拓跋爹爹一定要带着灵儿和天泽还有你们的娘亲回到漠北，因为只有回到漠北，你们才会安全，而不是在这里受苦。天泽、灵儿，该睡午觉了。娘亲。是啊，娘亲。楚天泽牵着楚灵儿的手，朝着楚清月和拓跋渊行了个礼，便转身离开了院落。啥意思？啥意思？你在朝堂上说的那些话，你都和萧景瑜说啥了？你是说朝堂上的事儿啊？老子也没说啥呀，就是说要带着你和两个孩子回漠北，要不然就对萧国开战。萧国有什么好的啊？这天下都快乱成舟了，你也该回漠北了。只有到了漠北，老子才能保护你们娘三的安全。还有9天的事情啊，老子已经知道，老子会帮你解决一切。不需要，也不用你来插手。9天是一个强大而且十分神秘的组织，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有1000年的历史，我不能看着你卷入这场纷争当中。嘿嘿，娘子还是心疼老子的。你放心，你的事儿都包在老子身上。别说9天了，就算10天也得死翘翘。拓跋渊，你能不能认认真真的听我说话？好，你说。拓跋渊，你已经帮了我太多了，我不能看着你卷入9天的事情里面。楚清月告诉拓跋渊，他现在每走一步都是如履薄冰，而且有自己的计划，万不可因为走错了一步输了满盘。既然如此，老子更得在你身边护着你呀。5年前萧玉衡没有能力保护你，是吧？老子能呀，现在老子更能。无论楚清月说什么，拓跋渊就是一句话，他要保护好楚清月娘儿3个，谁也不能伤害。拓跋渊，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正是因为如此，我的事情更不能牵扯到你，明白吗？况且你现在是有家室的人，更加不能够冒险。家室？你比老子更清楚你口中的家室是如何而来。老子根本就不喜欢一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年若不是因为他耍手段，那一晚上在老子身下的人是你，不是他。提起这一件事情，拓跋渊心中的怒气涌现出来。这世上他爱着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楚清月。一洛也好，别人也罢，根本就入不了他的眼。老子只知道一件事情，你楚清月是老子这辈子唯一爱的女人。那你为什么要娶一洛？你心中知晓，你对一洛腹中的孩子
是亏欠的，但你自己不承认。什么不承认的？老子会宣布伊洛腹中的孩子是未来的韩王，但对那女人丝毫没有感情。哎呀，不提这些了，你什么时候和老子回漠北啊？本王的夫人为何要与你一个蛮子回漠北？回来了，今儿下朝蛮早的嘛。为夫想念夫人，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念，害怕某些坏人对夫人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说到坏人的时候，萧雨恒眼神瞟向拓跋渊，言语间指明了那个坏人是谁。你呀，哎，去洗漱吧，我去做饭。丢啥了呀？一脸吃屎的表情。你真想知道？就要看你告诉不告诉我了。盒子里面的秘密是关于三王爷的身世。萧景瑜一直将这东西放在这儿，谁能想得到如此重要的东西竟然藏在了大理寺的卷宗室内。其实平南王想要找的也不全是他的罪证，也有他。霍安指着那个空盒子，继续说着盒子里面的东西所关联到的一切人事物。平南王能豪横萧国那么久的时间，不仅仅是因为手握重权，更是因为知晓皇族之中的一丝秘密。知晓这个秘密的一切老臣都死了，平南王亦是如此。如今只剩下陛下和三王爷以及他三人方才晓得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如今盒子里面的物件就被九天之人盗走，你知晓三王爷的身世？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我知不知道，而是九天在盗走17具尸体的时候，为什么也盗走了盒子里面的东西，并且九天之人为什么知道盒子在这个地方？万，这事儿呢，你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大理寺的某个人不太对劲儿。胡安没有说话，他一开始也只是怀疑，但是经由楚清月所说的一切，胡安心中也确定了大理寺有内奸的存在。怎么了？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大理寺发生了啥呀？大理寺丢东西了，很重要的东西。我和胡安怀疑大理寺有内奸。这不正常吗？九天暗插的内奸。想来狄阁老也知道了什么。我有点不明白，九天的人盗走东西的同时，为什么也要盗走17具尸骨？目的是什么？老夫也不清楚，不过还是小心为妙。哎，大理寺到底丢了啥呀？难不成是三王爷？狄阁老猜测一二，看着楚清月脸色，没有说下去，但已经是猜到了答案。真没想到呀，萧景瑜竟然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藏在大理寺里面，老夫还真是小看他了。纵览七国，年纪轻轻便能够稳坐帝王之位的君主，也就只有燕国的燕吴和萧国的萧景瑜了。狄阁老，你帮我想想九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还能有啥目的啊？盗取了三王爷身世的物件，必定呀是想用这个重要的物证来威胁三王爷呗。至于盗走了17具尸体，桃花林中发现的尸体，每一具尸体上都有樊无花留下的黑色纹路，难不成什么？您老能不能别说说停停的？就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话吞吞吐吐的，要死不成啊？还不能让老夫想想呀？你们这一催，老夫想说什么呀都忘了。你就说自己不知道了，在这里瞎卖神秘。谁说老夫不知道了？你以为老夫是你这种智商低下的老不死的？比起老夫可没有你狄阁老年纪大呀，说不准呀，明儿你就进棺材了，到时候老夫可要随礼份子，10两银子够不够啊？楚老头，你找打是不？打就打，怕你不成啊？见此画面，楚清月明了，他是问不出个1、2、3来了。夫人莫要担心。别担心个屁呀！要是让某些人知道你是圣夏朝皇族之人，一定会有人借用这个原因做些什么的。夫人想知道到底是啥？若是为夫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为夫出生之时母妃留下的玉佩，以及父皇临终之时所写的一封书信。哦，原来如此嘛！那封书信中一定是写着十分重要的事情，要不然9天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去闯大理寺。一日，萧玉衡上朝，狄阁老和楚天雄在院落中晒着太阳。这天看来要变了，这天不早就变了，只是你我生活在萧国而已。雪国现在的情况也不好，你不打算回去主持正义呀？雪国也是步了庆国的后尘，想必要不了多久便会成为第2个庆国了。狄阁老身为雪国的皇族，
而且还是辈分比较高的老祖宗。在雪国危难之际，难不成他还想留在萧国吗？不回去了，儿孙自有儿孙福。雪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庆国，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你倒是看得开啊，不是看得开，就算是看不开又如何呀？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呀。雪梨酱，喂，来人呐，搭把手！负责守护楚府的三王府侍卫出现，帮着楚清月将九离镜抬到了房间中去。像极了九黎川和他爹呀，简直就是一个模样。你不是说你没见过血煞宗的宗主，现在怎么又如此确定这年轻人就是九黎川的孩子？哎，老夫不是忘记了吗？人老了记性也不好，这也是看到九黎镜才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放屁！楚天雄才不相信迪格老的这些鬼话。九黎镜的伤并不严重，只是单纯的失血过多，也中了毒。解了毒，包扎了伤口，简单的进行了一下处理，九黎镜便已无大碍。清月丫头，血煞宗少主怎么会出现在楚府？我也不知道，楚清月还不解呢，哪能回答迪格老的问题啊？半夜的时候，九黎镜醒了过来，呀，没死啊，没死，把药喝了。面对着楚清月有些嘲讽的语气，九黎镜半眯着狭长的冷眸，看什么看？你现在在楚府，是我救的你，是我给你去的毒，包扎的伤口。不等楚清月叨叨完，九黎镜端过药碗，将药汁一饮而下，像喝水一样干了个底朝天。你给本尊喝了什么药啊？又不是毒药。我既然救了你，就不会费力气的给你下毒。这药呢，有镇定安神的作用，你好好的休息一晚上吧，等明儿个我再来看你。血煞宗的少主怎么会出现在咱们楚府呢？不应该在昆仑冰原寻找宝贝吗？昆仑冰原坍塌的事情你可知道？知道，我还知道天明珠的事情。天明珠可找到了？并没有。九黎镜打碎了楚清月的美好幻想，并且告诉楚清月，此行前往万里山河图宝藏之地寻宝之人死了9成。9成？甚至超过了9成。九黎镜从来不开玩笑，再次开口的话语明确了这一次寻宝的死伤人数，不仅仅是血煞宗，7国所有寻宝的队伍皆是如此。发生了什么？直觉告诉楚清月，昆仑冰原的事情和九黎镜出现在楚府有着直接的关系。果然，当九黎镜言简意赅地说着昆仑冰原上发生的事情之时，楚清月背后蹭蹭地冒着冷气。在7国的寻宝队伍到达昆仑冰原的时候，一切就如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的危险发生。蓝天白云雪山，有的只是美景，让人神往的仙境。可是等当众人踏上昆仑冰原山脉的时候，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仙境，而是让人丧命的陷阱啊！吞噬人的冰洞，从未见过的魔魅，极寒的天气，还有真假宝藏。尽管血煞宗找到了真正的宝藏之地，也打开了第一道大门，可等待众人的却是另外一番场景。本尊来楚府的目的只有一个，与你合作，共对9天。合作可以，但你需要告诉我一件事情，能有共同的盟友对付9天，而且还是实力强悍的血煞宗。楚清月当然高兴了，但在此之前，他要弄清楚一件事情。九黎镜，你应该知道楚府和9天之间的恩怨，那你血煞宗实力强悍，却要和楚府合作，我想知道原因。因为你是这乱世的祸源，是9天想要抹杀之人，更是楚清月。好，我同意合作。既然要对付9天，就要商量一个对策。9天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小角色。不需要，本尊只要你在关键时刻出手便是。作为交换代价，本尊会告诉你大理寺内隐藏的9天内奸是何人。听着九黎镜说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楚清月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是隐藏在大理寺内的奸细。下午的时候，九黎镜离开了楚府。你怎么来了？怎么？需要我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的让我来，不需要我的时候看着就厌烦，我大人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非也，大理寺内的毒瘴还未消散，本官是担心你的身体。那还真的是要多谢大人的好意了，今儿我请你喝酒。这么好心？楚清月主动请客的机会几乎是等于0。胡安有些质疑的看着眼前的女人，去不去啊？自然要去，难得楚大老板请客。三王妃，
霍大人，这是要去哪里啊？喝酒啊，一起啊。老杨啊，你来说说，我楚清月是个什么人呢？您自然是聪慧之人，咱们有些棘手的案件是要您瞧上一眼尸体，就知道凶手的行凶手段，就知道那受害人的大概信息。老杨从内心夸赞着楚清月的好。他来大理寺这么多年，楚清月这般高明的验尸技术可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即便是身为女子，可这胆识这气魄也是世间少有，即便是诸多男儿郎都比不上的奇女子。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酒。三王妃，您今儿到底是怎么了？若是老杨我哪里有地方做的不对，您尽管说便是。楚清月笑着半眯着凤眸，三王妃，您还是有话直说吧。好，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说了。以9天的实力，完全可以闯入大理寺卷宗室，盗走机关盒，为何还要绕弯子，让大理寺先察觉出17具尸体，再借着尸体的幌子来盗取物件呢？为啥？我也不知道。所以今日请你和霍大人喝酒，就是想要问个明白9天的目的。三王妃啊，您真是爱说笑呀！您和霍大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一个侍卫怎么会知道呀？老杨讪笑着，下意识地看向窗外。别看了，外面的人我已经叫人清理干净了，不可能通风报信给9天的人来救场的。楚清月看着老杨，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大理寺侍卫，竟然是9天安插在大理寺多年的内奸。这可开不得玩笑啊！三王妃，您可别污蔑我，我是大理寺的侍卫，和9天没有任何关系啊。是吗？楚清月从怀中拿出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一个特殊的图腾，那是9天之人才会纹在身上的图案。传达信件之时，也会将其印在书信上，表明自己在9天的立场。9天分为上中下3个管理层，他若是没有猜错的话，老杨应该是下层情报部门的人。当老杨看到楚清月手中信件的那一刻，即将开口说出来的话全部都噎在了嘴边。老杨，既然我和霍安单独叫你出来喝酒，便是不想将此事闹大。你在大理寺的资历比霍安都要久，难道真的忍心看到大理寺的侍卫因你一人葬送了性命吗？何以啊？你应该清楚，那17具尸体身上的凡无花毒是有传染性的，现在已经有几个大理寺的侍卫出现了中毒的征兆。如果你不说出解药的话，整个大理寺都会毁于9天的阴谋当中。老杨，我们楚府和9天的恩怨是一回事儿，你和大理寺之间的事情又是另一回事儿。我只想知道9天的目的是什么，凡无花的解药是什么。相比楚清月，霍安冷静的出奇，目光始终是看着老杨，那是信任被背叛的伤害。霍大人，您一定很失望吧？为什么？各司其职罢了，你我之间所效忠的主人不同而已。三王妃，霍大人，我知你二人是好人，但还是那句话，你我之间立场不同，所行其事也不同，没有对错之分呐。我还记得当年霍大人成为大理寺卿的第1天，稍微褪去的青涩藏在眼中，却笃定地说着要带着大理寺众弟兄们成为守护这世间秩序的顶梁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霍大人您将来一定是个好官。我自小就生长在9天，所学的知识，所受到的熏陶，都是和9天息息相关。就像你们在学堂上念书一样，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改变不了的。如果再问我会不会将大理寺的一切消息透露给9天，我的回答还是依旧如此。为何？就算是盗取了有关萧玉衡的物件和书信，9天又能做什么？又能做什么？看来三王妃您还是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呀。就像您是7国的祸乱之源，三王爷也是命中注定的天下君主，只有将其亲手斩杀于剑下，三王爷才算是真正统一7国。老杨告诉楚清月，9天盗走玉佩和书信的因由，并不是要将其公布于众，而是要从萧国先皇的绝笔信内
找到上下朝的玉玺所在。萧玉衡注定是要统一天下，成为人上人的，而楚清月是萧玉衡的劫，只有亲手斩断这个劫，这天下才会归于平静。那17具尸体，这是9天扔出的迷雾，是想着以毒素来让都城陷入危难中，将萧国击溃，但没想到半路生出了变化。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医师会认识樊无花的毒，见此计失去了价值，9天便将其损毁，盗取卷宗室内的机关盒。楚清月，你真是个意外，阴差阳错间躲过了一环又一环的险境，让9天都措手不及呀！樊无花的毒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开吗？不必担心，我已经解了那几个孩子身上的毒。老杨，你什么时候服的毒？来不及了，趁着我还有口气，你们静静地听着。9天早已经潜伏在齐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谋划了1000年。楚清月，千万不要去昆仑平原，9天的总部就在真正的……不等老杨说完话，猛烈的毒素便侵蚀了他的5脏6腑。老杨，救不了了。看着已经断了气的尸体，胡安心中五味陈杂。胡安将老杨的尸体送到了老杨的家里，老杨的家人并不知道老杨的身份，只是说因公殉职，并且拿出了自己大半的积蓄给了老杨的家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说。